2024十大标志性事件的回顾与解读。2024年是加密行业波澜壮阔的一年，从技术突破到政策推动，从市场激荡到生态升级。本频道筛选了10大标志性事件，带你见证这个行业的历史性变迁。从年初美国 SEC 批准比特币现货 ETF， 到年末全球瞩目的总统大选，蓝色星球最支持加密的总统成功当选，市场迎来一波波冲击波。比特币在一声声喝彩中强势突破10万美元大关，直接封神。全球加密监管风向也在悄然变化，美国之外，各国对加密行业的态度越来越友好。与此同时，AI 浪潮席卷全球，加密行业紧随其后，成了数字时代的坚定印记。这一年，比特币迎来第4次减产，以太坊完成 K 升级，并推出现货 ETF。MicroStrategy 更是直接进军纳斯达克100成分股，技术、政策、市场全面爆发。这一年注定是会被载入加密史册的一年。比特币站稳10万美元，通往全球资产的第7米。12月5日，比特币站上10万美元大关，市值来到了2万亿美金俱乐部，即超越白银之后，再次超越沙特阿美，成为全球第7大类资产。财联社2024年年度10大历史性数字，比特币10万美金榜上有名，仅次于纳指，历史性突破2万点大关，排名第2。其他上榜数字包括纳斯达克综合数字指数首次突破2万点大关，人类首次商业太空行走高度距地球1400公里，美国财年赤字达到 1.4 万亿美元，全球人类平均寿命首次达到 77.5 岁，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0年减少了 40%， 全球人口首次稳定在80亿，并呈现趋缓增长趋势，全球使用大型语言模型的用户数首次超过20亿。马斯克讨薪560亿美金，以及中本聪财富增长潜力，这也让比特币 96.7 万枚比特币的中本聪市值来到了952亿美金。其他条件不变，若比特币再涨 245%， 中本聪财富将超过全球最富有的伯纳德·阿尔诺家族。这一历史性突破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比特币现货 ETF 的上市、机构资金的持续流入以及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共同推动了这一里程碑的达成。而这一价格不仅巩固了比特币的数字黄金地位，也成为加密资产走向全球金融核心的象征。而这一潜力将继续吸引资金涌入比特币市场。2. 比特币现货 ETF 上市，超级趋势的诞生。2024年1月10日 ，ICC 批准比特币现货 ETF。截至12月25日 ，ETF 净流入资金达355亿美元，持仓量达过113.5万 BTC， 占1980万总流通量的 5.7%。比特币 ETF 的上市彻底改变了加密市场的资金结构和价格波动规律。贝莱德旗下的 IBIT ETF 以55.3万 BTC 的持仓量领跑市场。要是咱们再做个小手术，把它这自带的20.8万枚给摘出去，好家伙！贝莱德 IBIT 的持仓量占比直接飙到了 56%， 这数字让人看着心惊胆战。这也成为了价格走势的核心驱动力。ETF 的强大吸金能力推动比特币价格从年初的6万美元一路飙升至10万美元。更绝的是这加密市场的走势现在跟 IBIT 的持仓变化简直是同频共振，步调一致。你说这是不是活生生的 ETF 改变了加密周期，推动全球加密产业走上了火箭，一路飙升呢？所以朋友们，咱们得认清现实，这2024年的加密世界超级叙事之王的位置，那绝对是现货 ETF 坐稳了。ETF 的成功为其他资产的加密化铺平了道路，未来以太坊等其他主流资产的现货 ETF 可能会兴起新一轮的市场热潮。这是一场关于金融和技术的革命，咱们有幸见证，更需深思其背后的逻辑和未来。3. 特朗普的比特币国家战略，政策风暴与市场狂欢。2024年，比特币现货 ETF 的上市交易极大地促进了加密货币市场的发展，引发了全球加密产业的快速增长。特朗普在比特币国家战略和政策上的推进，以及对加密友好内阁的组建，进一步推动了加密货币市场的正向发展，特别是在比特币的价格和政策支持方面。时间回到7月，特朗普在纳什维尔比特币大会上用一场40分钟的现场演讲，给加密市场投下了一枚震慑弹。他提出的建立比特币国家储备等论调，直接让加密市场进入了狂欢模式。这可不是开玩笑，特朗普的影响力那简直就是杠杠的。
紧接着7月31日，新西亚的卢米斯参议员也提出了比特币储备法案，构想未来5年总储备达到100万枚，每年购买不超过20万枚，持有不少于20年。这简直就是给加密市场打了一针强心剂，让投资者们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可能。然后咱们得说说11月6号的美国大选，特朗普在赢得宾州19张选举人票后，大选基本就尘埃落定了。而就在这时，比特币也发起了冲锋，从60K 一路飙升到了100K， 最终在11月6号正式达到了10万美元的目标。这简直就是政治和金融的完美联动，让人不得不感慨特朗普的号召力。但是呀，特朗普并没有停下脚步，他马不停蹄地组建了加密内阁，从副总统万斯到效率部马斯克拉瓦斯瓦米，再到白宫专属 AI 与加密专员戴维萨克斯，以及各主要部门的部门长都纷纷加入了这一阵营。这简直就是一场加密领域的豪华深渊，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而值得一提的是，以加密不友好著称的 SAC 主席 Gary Gensler， 在特朗普当选1周后就发表了离别演讲，而他的继任者保罗·阿特金斯对待加密的态度则完全相反。这简直就是一场权力的更迭，也是加密领域的一次重大转折。说实话呀，倘若11月美国大选的结果不同，加密事件可能会遭遇怎样的灰暗，那真是难以想象。但好在历史选择了特朗普，也选择了加密的未来。这场政治与金融的碰撞必将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特朗普的胜利和政策推动比特币市场进入狂欢模式，比特币价格从60K 飙升至100K，成为政策驱动市场的典范案例。而特朗普的加密内阁包括副总统万斯和 SEC 新任主席保罗·阿特金斯，为未来的监管与市场发展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政策对加密市场的影响将持续深化，特别是在比特币作为国家储备资产的概念逐渐成为现实后，其稀缺性将进一步增强。4. AI 与加密资产的融合，创造新的超级周期。加密资产领域中， AI 技术与加密货币的联合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超级周期。这种融合被视作人工智能的无限潜能与加密货币的确定稀缺性的完美结合。最新的年度最受关注的加密叙事排行榜显示， AI 与加密资产联合的叙事，特别是 Meme Coin， 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高度关注。注意是吸引了 20% 以上的投资者关注。2024年，加密货币市场迎来了 AI 与咪咪币的融合的全新趋势，兴起了一波投资热潮。根据 CoinGecko 的数据显示，咪咪币的叙事在2024年吸引了 30.67% 的市场关注度，位居榜首。其中 AI 相关的咪咪币也逐渐崭露头角，尽管 AI Meme Coin 关注度仅占 1.49%， 但随着 AI 技术的进步，这一领域的热度有望持续攀升。在这一趋势中呀，多个 AI 咪咪币项目取得了显著成功，例如 GOAT 项目利用 AI 代理在社交媒体上模拟人类行为，成功引起了广泛关注。此外 Solana 生态上的 AMA Peanut 项目在短短10天内实现了500倍的增长，市值达到了24亿美元。BN 链上的 AMA Act 项目也在3天内实现了40倍的增长。这些案例显示呀， AI 与加密资产的融合正在引领市场新风潮。展望2025年， AI 与加密货币的结合有望继续书写新的传奇，值得投资者密切关注。AI 为加密资产注入了智能化和个性化的特征，例如 AI 生成 NFT 和 AI Agent 的市场推广。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包括 GOAT AI 音响的爆红，短短3周内市值飙升至13亿美元，成为了 AI 加密叙事的巅峰之作。AI 与区块链的结合尚处于初期，未来将为去中心化金融、内容创作和数据交易带来更多的可能性。5. 比特币的第4次减半，稀缺性的再定义。4月20日清晨，在84万区块高度，比特币完成了第4次减半，区块奖励从 6.25 BTC 降至 3.125 BTC。在比特币15-16年的短暂历史上，完整经历过3轮牛熊周期，而历次减产都是由熊入牛的转折点，但第4次减产可不具备这一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比特币已在现货 ETF 的作用下触及新高 73K， 而在这历史上从未发生过。预计未来随着比特币国家战略储备现货 ETF 上市公司的加持减半，但这难道不是重本聪智慧的再一次高光时刻吗？15年前设下的规则，如今在国家战略中焕发新生。
自2020年8月以来 ，MicroStrategy 通过大量持续购入比特币，并实施4维策略，促使公司市值在短时间内从不足50亿美金增长至1000亿美金，成功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此策略不仅降低了融资成本，还提升了工资现金流，同时带动了比特币价格上涨，形成了正向循环。亚洲的公司也开始模仿这一策略，显示出该策略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2020年8月购入第一笔21484枚比特币资金，不足5年54加仓后，总持仓量来到了44.4万，仅2014年增持量就高达25.4万，占比57.2%。截至2024年12月30日，MicroStrategy 共持有约444262枚比特币，平均购买价格为62257美元一枚，总投资约277亿美元。这一策略使得 MicroStrategy 的市值从不足50亿美元增长至超过1000亿美元。通过新增和减持股票，就能够筹集更多资金，囤积更多比特币。而更高的市值则意味着更低的可转债融资成本与更大规模的现金流，进一步推动 BTC 价格上涨。反过来又推动 MSTR 价格上涨，带来的结果是11月份微策略顺利成为1000亿美金俱乐部成员，而1年前其市值还不达到50亿美元。这也使得 MSTR 在纳斯达克100指数12月13日年度重组中顺利进组，成为由苹果、英伟达、特斯拉等全美75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构成的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成员之一。这一成功案例引发了其他公司的效仿，例如日本的 Metaplanet 自2024年5月以来，通过5次加仓持有了1762枚比特币，被称为日本的 MicroStrategy。CoinDesk 高级分析师 James 表示，这是2024年第2重大新闻，仅次于美国上市比特币现货 ETF。MicroStrategy 的策略展示了比特币在企业资产配置中的潜力，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随着市场逐渐成熟，比特币减半对流通量的影响变得相对有限，但其稀缺性的长期价值仍然得到强化，这是中本从设计逻辑中再一次的显现。稀缺性和市场共识是比特币的核心驱动力。未来的减半效应将更加依赖于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需求，而非单纯的供需冲击。6. 以太坊坎昆升级与现货 ETF 获批，资本与技术的双驱动。3月13日，以太坊完成了坎昆升级，显著降低了 Layer 2的交易费用。5月24日，美国批准8只以太坊现货 ETF， 带来了25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坎昆升级不仅提升了以太坊网络的效率，还巩固了其在 DeFi 和 NFT 领域的核心地位。而现货 ETF 的获批为以太坊市场注入了新的资本活力，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其相对 BTC 和 SOL 的市场弱势。以太坊的未来可能在 RWA 和 DeFi 和规划领域迎来新一轮的增长。7. 欧洲 MiCA 法规全面生效，全球监管的模板。12月3日，欧盟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案 MiCA 全面生效，成为了全球首个针对加密资产的统一法规。亚太、中国、香港4月批准了比特币、以太坊现货 ETF。在稳定币方面，香港推出了稳定币沙盒与稳定币法案。在亚洲其他地区，越南政府发布了国家区块链发展策略，俄罗斯的加密挖矿法规生效。此外，中东、北非以及美洲阿联酋、卡塔尔、阿根廷在加密监管方面也展现了积极的政策创新。可以预见的是2025年将是更加对加密友好的一年。此外，在香港，加密法规健全并稳步实施后，国内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加密行业的限制措施。随着其他地区参考 MiCA 的框架制定法规，全球加密市场的合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速。8. Layer 2生态爆发，以太坊性能革命。2024年，以太坊 Layer 2的解决方案如 Arbitrum 和 Optimism 迎来生态爆发，总锁仓量突破1000亿美元。Layer 2的爆发显著缓解了以太坊主网的拥堵问题，为 DeFi、NFT 和 GameFi 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生态的成功展示了去中心化网络在高效、低成本方向的潜力。Layer 2将在互操作性和性能优化方面持续发力，为 Web3 的应用普及奠定了基础。9. DeFi 2.0 的兴起，金融创新的新篇章。2024年，去中心化金融 DeFi 进入2.0时代，强调可持续流动性挖矿、协议间协作和 RWA 的引入。DeFi 2.0 解决了传统 DeFi 在流动性和用户体验上的诸多观点。Goldfinch 等平台的成功标志着 DeFi 从链上资产走向链下资产的历史性转变。
随着合规性增强和用户教育的深入 ，DeFi 2.0将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10 FTX 重组计划获批，信任修复的第一步。FTX 的破产重组计划将在2024年获得批准，部分用户资金得以清偿。重组后的 FTX 计划重新启动运营，这标志着2022年 FTX 崩盘后的后遗症逐步解决，同时为加密行业的信任恢复提供了新的希望。重组计划中的用户权益代币化和资产追回措施为行业危机处理提供了经验。FTX 重组的成功将成为市场复苏的信号，未来更多企业可能以此模板进行重组。在区块链的黑暗森林中，风险无处不在，但机遇也从未缺席。愿各位投资者守住初心，拥抱未来。每个时代都有着属于它的挑战和机遇。2024年的加密圈如此，2025年也依然。记录历史，面向未来，让我们携手出发。欢迎关注 Shirley Talk 小 V Talk。